美国中小企业为何甩不掉中国供应链？凌晨3点，中国工厂的传真机突然狂吐订单，关税生效第10天，美国客户反而追加了1400万货单。山东外贸老板张建国揉着眼睛确认了3遍，才发现这不是幻觉。当白宫挥舞关税大棒时，美国中小企业主们却在疯狂点击中国工厂的立即下单按钮。欢迎来到胡同口万事屋频道，今天我们用3个真相揭开这场贸易博弈的底牌。核心矛盾关税下的反常逻辑，美国拼图公司 Goodfit 的遭遇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残酷真相。CEO 凯西带着设计图跑遍东南亚，越南工厂看到立体拼图的精密卡扣，直接摇头，这种结构需要重新开模，加价50%。墨西哥工厂倒是敢接单，但交货期要4个月，中国工厂的承诺是18天。最扎心的是新泽西本土报价，19.9美元的拼图直接飙到59美元，气得凯西在 CNBC 吐槽，他们甚至建议我简化设计，说美国工人做不了复杂结构。数据暴击，美国中小企业协会调研显示，83%企业遭遇海外替代供应商技术瓶颈。麦肯锡供应链报告，中国工厂复杂零部件订单交付速度比东南亚快3.2倍。深层解析中国制造的致命吸引力。1、规模效应的成本黑洞。特斯拉上海工厂的12万工人不仅是劳动力，更是活体数据库。当他们把 Model 3的线束从 1.5 公里压缩到100米时，背后是2000家供应商的实时协同。这种进化被量化在工信部白皮书中。中国电子元件行业每量产100万件，成本暴跌67%。更可怕的是隐性成本控制。深圳华强北20年积累的200万种元器件数据，让美国工程师看完《经济学人》报告后惊呼：我们重新建立这样的数据库需要15年。而波士顿咨询集团测算显示，美国重建一条数据线产线需380万美元，中国改造现成产线仅需28万。2、产业网络的变态响应。央视调查，在东莞长安镇，一部智能手机95%的零件能在5公里内配齐，这种效率让浙江永康五金厂放出狠话：今晚8点下单，72小时后货传到洛杉矶港。阿里巴巴国际站数据显示，定制工具箱订单的平均交付周期比美国本土快11倍。最让西方困惑的是中国工厂的魔改能力。深圳厂商接到美国复古收音机订单时，直接把蓝牙芯片塞进老式外壳，2周出货20万台。华尔街日报追问创意来源，厂长咧嘴一笑，美国客户说他们奶奶想要能连手机的老古董。3、人才生态的降维打击。美国劳工统计局对比数据，长三角模具师傅老周的时薪只有4.2美元，但他看一眼 3D 图纸就能指出，这个位置要留 0.03毫米热胀冷缩余量。在佛山陶瓷厂，你会听到流水线大姐讨论莫兰迪色系的灰度值，温州打火机作坊主老王的茶桌上赫然摆着流体力学导论。这种渗透到毛细血管的技术素养，构成了中国制造的真正护城河。现实冲击美国企业的魔幻操作。TikTok 上的工厂直购革命。22岁德州青年杰克森凭一条砍价视频爆红，他带着5万粉丝冲进宁波工厂直播间，把户外沙发单价从120砍到79。这种疯狂催生出播放量53亿的 Direct from Factory 风暴，逼得亚马逊卖家哀嚎。中国工厂正在用直播重构全球零售。海关监管下的蚂蚁搬家。休斯顿汽配商麦克的零件大作战堪称魔幻，把车载吸尘器拆成38个零件，分12批从青岛港发出。等美国海关反应过来，他的仓库里早已组装好2000台成品。这种化整为零的策略，让2024年经墨西哥转口的中国商品暴增217%。终局推演所有人都输不起的博弈。摩根士丹利发出预警，当前在售中国商品多为3个月前采购，2个月后美国超市将出现货架空洞。中西部农场主比尔看着满仓大豆，心如刀绞。往年这时中国采购车在排队，现在仓库积压量够喂全美猪群2年。更残酷的是，彼得森研究所的模型
中国商品涨价25%，美国零售价需涨60%才能保本，而消费者早已用脚投票，推高美国 CPI 至1990年来最高涨幅，结尾不可逆的全球化烙印。这不是简单的成本游戏，而是一场深度绑定的产业进化。布鲁金斯学会报告指出，2018年贸易战中，美国关税措施平均存活期仅11个月。当威斯康星州农民举着要工作不要关税的牌子包围议会时，历史正在重演。中国供应链早已成为全球经济操作系统，强行卸载的结果只能是系统崩溃。